外媒称，解放军大型飞艇首现踪迹。飞艇在战争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元创。从美国 CNN 获得的卫星画面显示，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沙漠军事基地内，首度出现了大型飞艇的画面。这种飞艇与此前被 F-22击落的中国流浪气球有着根本性的不同，疑似具备推进导航功能，机动性很强。报道指出，这些视频是由美国卫星影像公司在2022年12月拍摄到的。长约30米的这艘飞艇就矗立在1公里长的跑道中央，附近还有一个巨大的长约274米的飞艇机库。CNN 分析了数百张卫星影像后指出，这个巨大的机库早在2013年就已经建成了，多年来没有明显动静。冬季暴风雪覆盖基地时，主要的道路以及其他设施都有残雪的痕迹。不过，这个机库周边的道路都未清理。巨大的机库似乎不是为了这艘飞艇而盖的，而是为了更大型的飞行器建造的。因此，这艘被拍摄到的飞艇可能只是承担某项测试任务。一艘总长30米左右的飞艇并不算什么，一旦中国的这个巨型机库造出了更大型的飞艇，那就意味着中国正在加速先进飞艇的制造计划。从美国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这么几点：第一，中国的飞艇制造计划应该已经持续了很多年；第二，中国可能正在计划发展超大型的飞艇，而且呢会充分挖掘其军事用途；第三，美国击毁中国流浪气球事件并未影响中国军队的飞艇发展计划。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飞艇这种已经存在了超过100年的飞行器，为什么会再次进入中国军队的视野呢？在很多人看来，既然飞艇出现的时间比飞机还早，最后又因为飞机的普及而没落，从而证明飞艇已经失去了实用价值。其实飞艇与飞机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属于轻于空气的航空器，而后者属于重于空气的航空器。浮空器的优点在于它能够依靠本身的浮力长时间的停留在空中，也就是说它的留空时间要远远大于飞机，因此它们特别适合留空值守。现在的飞艇还可以增加一些新技术，比如最先进的太阳能面板技术，这样它们在空中停留的时间会更长，因为有能源保障。同时，由于太阳能电池板能够为其搭载的通讯设备和侦察设备持续供电，因此这些电子设备也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飞艇的最大使用价值就是2个方面：一是情报侦察，二是通信联络或者是中继通信。当然还有第3点，那就是如果在飞艇上部署雷达，它就可以成为一种预警型飞艇。从某种角度讲，飞艇就相当于是一颗没有过顶时间限制的低轨道卫星，它可以携带雷达、红外、光学等各种侦察设备。如果说决定现代战争胜负的因素之一是态势感知能力，那么大型飞艇提供的侦察能力就是塑造这种优势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大型飞艇因为其升降高度可以达到平流层，让各国现有的中低空防空导弹都很难对付。由于它的雷达反射截面并不算大，因此即使是远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有时候也不见得就能够有效地将其击落。所以高空飞艇的战场生存能力同样不可小觑。如果我们能够将大型高空飞艇部署到中国的沿海，那么在未来完成统一的军事行动中就可以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当前如何防御高超音速导弹也是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而飞艇所处的高度正好又是对高超音速导弹提前进行预警的理想的位置，所以飞艇还可以成为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高空大型飞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使用价值，那就是战场通讯。从使用的情况看，飞艇呢又分为好几种，包括激流飞艇和自由飞艇等等。那么激流飞艇作为一种通讯平台，具有非常高的应用价值。一个在20公里高空定点长期驻留的高空飞艇，
如果配上足够强大的通讯设备，它就可以覆盖直径达到1400公里的广大区域。这对于保障局部战场的通讯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虽然西方媒体对中国将要研制大型飞艇的功能还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是从飞艇的飞行特性来看，如果军队使用的话，其主要的用途就是侦察通讯，而且其军事经济效益非常高，值得我们大力发展。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